你醒了？这是在给我做早餐吗？嗯。嗯。小彤啊！金刚怎么会来啊？我没穿外裤。那怎么办啊？哎呦，穿裙。那怎么办呢？不要闹了。你就这样就好了。来了。 哎，来了。今儿怎么没上学啊？臭小子，快进吧。金刚，今天为什么没上学啊？啊，是不是又装病逃课呀？不是我装病，是老师病了。老师病了呀？嗯。 是学校代班老师病了，临时放假，这孩子闹着要找爸爸。想爸爸了？阿姨好。知道阿姨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许多。阿姨好。哎，我见过他，之前你们送孩子回来，我给他姥爷还说，小彤的同事啊真漂亮。谢谢阿姨。啊。哦，打扰了吧？我带孩子先上我那儿去吧。没事，不打扰。我们刚好要吃早餐，一起吃。咱们一起吧。来，来。哎，啊，你也来一个。哦。金刚，多吃鸡蛋啊！吃鸡蛋呢，长大以后就会像爸爸一样又高又帅。是的，阿姨啊，我不爱吃鸡蛋。那你长大以后，不想像爸爸这样又高又帅了？那必须。我饱了。吃饱了？是不是还有一样东西没吃啊？刚才在车上答应我了，可以吃冰淇淋。那你得问问爸爸让不让吃，带不带你去买哟？别弄得跟小姑娘一样啊，要男子汉一点啊。你先陪爸爸去换个衣服，爸爸带你去买，好吧？你先陪他去，我陪姥姥坐会儿。那你们聊一会儿啊。哎，好，来。 吃冰激凌。小朋友想吃什么呀？这个。这个。 给我们来一个这个。好嘞，啊，慢走啊。拿好了。吃大了就开心了，好。走。这臭小子，吃完了冰激凌还想去游乐场。 我是看你想起飞啊，嗯，那你们去吧，姥爷还在家，我回去吧。那送你一下，来，金刚，送姥姥。姥姥再见。哎，再见了，听话啊。嗯，慢走，阿姨。你慢走，跟姥姥再见。姥姥再见。再见。 臭小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太寒了。给爸爸吃一口来。不，快点儿！快！快点！哎呀，抓住你了，往哪跑啊？
怎么？怎么感觉你有心事？没有。你有什么事儿还能瞒得了我？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心事能瞒得了我呢？我没有骗过你啊。我知道有些事儿藏在你心里，你不愿意告诉别人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怪你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现在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我愿意和你一起分担你生命的一切。是金刚姥姥，她跟你说了什么？我们不是他亲生父母，但是他像对亲生父母一样孝敬我们。阿姨，他孝顺你们是应该的。这不是应该的，因为我女儿没嫁给他。那金刚孩子是我女儿的，和他没有血缘关系。08年他们大学毕业前，2个人就分手了。这事儿都怪我。08年他们毕业的时候，什么基础都没有。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个稳定的生活，极力的反对他们恋爱。那时候的决定，现在想想，我们做父母的太失败了。后来，女儿出国了，在我的要求下，她在英国嫁给了别人，生下了金刚。孩子生下不久，那个男人就背叛了她，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外，为了孩子，她兼职了好几份工作，所有的辛苦她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。后来遭遇了车祸，医生也没救过她的命。她走了，孩子还不到1岁。那个所谓的丈夫始终没有出现过。可是小童，他出现了。他成了金刚的爸爸。这些你都不知道吧？小童就是这样的人，什么事儿他都闷在心里，默默地自己承担。他照顾孩子，照顾我们俩，
是我每次见到他，我都特别难受，很愧疚，我也心疼他。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，他应该有个家庭。说真的，姑娘，我真希望你能珍惜他，能好好爱他，能好好照顾他。我相信你们两个要能在一起，会有幸福快乐的家。娟妃让我第一次见到了金刚，我见到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不希望这个孩子从小没有父母，我想做他的父亲，将他抚养长大。其实他就是你的孩子，碧血还浓。是。你们在做什么啊？在说你的坏话。爸爸说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小伙子。那最勇敢的孩子想去玩过山车了。过山车啊？可是爸爸恐高啊。我要爸爸陪，我们两个都是最勇敢的。哦，天哪！走吧，我们一起。今天玩的好过瘾，好开心，把我玩累死了。你都把人家娱乐场玩关门了，能不累吗？大爷，我感觉今天爸爸骗我。爸爸怎么会骗你？他说我是爸爸的孩子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本来就是爸爸的孩子呀。今天呀，阿姨跟爸爸在聊天，然后我说金刚真的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孩，是爸爸的好孩子。哦，我说嘛，金刚啊，你要乖乖的，长大以后啊，要像爸爸爱你一样爱他，好吗？爸爸是我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了。你也是爸爸最爱的人，阿姨爱你。看，谢谢你啊。我爱你。让这个秘密啊，永远都封存吧。我也爱你。我知道了。谢谢你啊，蓝书宝。
呢？啊，男人的秘密。真美。是的。明天，我们就要和 IC 集团进行全自动物流系统的签约仪式了。所以，从这周开始，我决定取消研发部 A、B 组建制，将两组合并，你任组长，全面负责，李德辅助你，成为副组长。江总，你放心吧。首先，我会完成好后续的工作。但我有一个想法呀，这个 A、B 组建制合组，但是可不可以保留给我们 A 组一些独立的空间和时间呢？因为这一次 Tino 机器人啊，给了我很多经验和想法，我也意识到了之前的很多不足，所以我希望在下个月可以重新启动自动驾驶项目。这事儿，这不是您之前答应我的吗？说我完成了整个的物流分拣项目之后，就可以重新启动这个项目。如今我已经超额完成了。但是现在全自动物流体系是咱们公司的拳头产品，所以不宜分散精力。可是之前您答应我的事儿呢？还是说您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过要遵守承诺？时事不同，当初我是答应你的，但现在不适合。有什么不适合呀？我坦白说，自动驾驶项目的难度远胜于全自动物流系统。现在风口变了，大经济形势你也了解，资本热潮已退，研发难度高，变现利润又看不到。一句话，现在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希望。这是您的定论，这是大家的看法。大家的看法。但是在几天前的路演之前，大家的看法是什么样的？所有人都认定全自动物流体系没有办法成功，但是结果呢？谁是对的？你的意思是你比我正确？江总，我只是在就事论事啊。请服从公司安排。我是不是已经很服从公司安排了？我放弃了我研发了2年的项目，我去完成一个根本就不在计划之内的项目。江总，如今我做到了，现在该你来遵守你的承诺了。童宇啊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全自动物流系统的最大功臣？你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？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我只希望公司可以信任我，信任我的项目，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，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只考虑眼前的利益了。江总，我真的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大利益。这样吧，这件事儿咱过几天再谈。江总，我今天必须要一个说法。今天我说的话就是一个说法。智动科技的未来大方向是不容改变的，而决定智动科技未来方向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懂了。我既然决定不了未来智动科技的大方向，但是我可以决定我的去处。我也不会放弃这个在你口中没有希望的项目，无论我在哪儿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懂我的意思。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智动科技和你到底是谁成就了谁。
我只是希望不负承诺。无论是你还是我，还是智动科技，江诺，感谢你之前所有的照顾，你保重啊。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，把公司自动驾驶项目的全部资料发给我。对，之前的全部。进。强总。 首先，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今天出席的领导和嘉宾，他们分别是世界知名物流公司 IC 集团总裁齐胜强先生，欢迎您。哎，这个人我还挺服的，当年一个人单枪匹马，做出了整个物流界的改革。他成功之前呀，也受到过很多的质疑，甚至还差点破产。所以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，都会经历很多血腥。副总裁张天明先生，欢迎您。第3位是我们智动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姜大凯先生，欢迎您。智动科技首席运营官许多女士，欢迎您。智动科技首席技术官童宇先生，欢迎您。与首席技术官李德先生，欢迎你们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报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到的是今天发布会的主角。前几天震惊我们认知、彻底改变物流界的智动科技全自动物流体系的开拓者、领导者、总工程师姜大凯先生，欢迎您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熬夜搞错了，咱们先听听看。欢迎各位的到来，感谢大家不远万里来参加这个路演，以及这个签约仪式，谢谢大家。童宇啊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决定智动科技未来方向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智动科技和你到底是谁成就了谁。当然，最后我要感谢我的2位得力助手，童宇工程师和李德工程师，他们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，辅助我完成了这个项目，才有了今天的结果。谢谢你们。任何改变世界的科技创新背后都有艰难的抉择和付出，但是改变生活的科技会让这些付出都变得值得。就像我的人生，一切光辉背后虽血雨腥风，却都苦得其所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智动科技未来无论如何永不忘记承诺，改变生活，享受未来。
童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家。签约仪式还没有结束呢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？这是我们整个 A 组日夜奋战，差点半条命都搭进去了，结果呢？总工程师是他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但这个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会找他谈的。我跟你说，找他谈没有用的，他就有意想要报复我。昨天江大凯找我聊了很久，我跟他谈了自动驾驶项目，他根本就没有想要遵从他之前所有的承诺，他想要取消 A、B 组建制，就是想要将自动物流获得更大的利益，你懂吗？当时我拒绝了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报复我。你为什么昨天没有跟我讲啊？我不想你什么事都为我担心，这是我工作的事情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好。那你处理的方式是什么？你现在走了，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对，我需要解决根本问题。童宇，你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，我不拦着你，但不是现在。因为这个会议不是江大凯一个人的，是智动科技全部员工的，这是无数个员工日夜奋战之后的结果。你能不能等这一次签约结束，你再跟他去做了断？好。我答应你。你先回去吧，你等一下不是还有一个采访吗？我可以不去的。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回去吧。嗯。我知道对你很难，答应我。来的这个万老会，哎，那个徐副总，帮我招待一下大家。哎，好，稍等。我刚刚还到处找你呢，怎么签约仪式还没结束就走了？有您这个总工程师在那儿，还需要我吗？原来是为了名妥生气了。我还以为我们童工程师是个不会为了虚名的圣人。江总，我觉得您才是个圣人。难道总工程师这个头衔我担不起吗？这不是担不担起的问题。你要很清楚的知道，这是我的理念，这是我的创造。你的理念，你的创造，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。你不觉得你这个说法，大家会觉得可笑吗？全智动科技的人都在会上看在眼里，你觉得可笑的人是谁？你错了。大家看在眼里的是你的不思进取，甚至是你一直还想着其他的项目，而只有我一直在推进这个项目。你可以回忆一下，有多少次你的所作所为都在影响这个项目的进程。你甚至还带着其他组员做着公司宣布暂停的项目，而只有我从始至终都关注着自动物流，也是我选择了这个项目，也是我命令你和李德全力以赴地推进这个项目的每一步，也是我在最后还有隐患的情况下，依旧坚持选择了这个项目上路。难道我不是领路人吗？江总，您确实是那个领路人，
我现在开始，我不想跟你争辩任何的话了。我想永远也不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决定离开智动科技。童宇，别冲动啊！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，不就想要这样的结果吗？我想要的结果，并非如此。我希望你继续留在智动科技。童宇，我警告你，关于自动驾驶项目之前研发的一切成果和资料，公司都备了案，也申请了专利，你一页纸都带不走。这也是合理合法的，因为你用公司的资源和人力研发出的成果，他们是属于智动科技的。如果你擅自使用这些成果，那么恐怕下次你见到的就不是我本人了。哦，对了，根据合同的竞业条款，我有权要求你2年内不得出现在任何同类型公司。童宇，对不住，恐怕你的梦想永远都不会实现。江大凯，我不得不说，在不要脸的这个事情上，你真的是一个天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无论是全自动物流还是自动驾驶，他们到底属于谁？大家的眼里自有公论。童宇，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幼稚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重要？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的目光都要围绕着你？我曾经提醒过你，到底谁成就谁？智动科技是我江大凯的，至于 CTO 是谁，是李德还是谭小涵，都没有关系。在资本面前，才华有一些价值，却不是决定作用的。IC 集团副总裁张天明先生在之前的路演上对你赞赏有加，哎，可就在刚刚，他笑得比谁都灿烂。所以，他们关心的才不是总工程师是谁，他们关心的只有未来的商业前景和巨大效益。记住，在资本面前，你什么也不是。我可以高高的抬起你，也可以一脚踩死你。我等着看你怎么踩死我。别闪着你的脚。说你也是，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，你知道现在的工作压力多大吗？真是的，哎，你也不跟我们哥几个提前商量一下？哎呦，你不要再念叨了好吗？你跟唐僧一样念经，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。现在是姜胖子骑到他的脑袋上去了，这事儿有什么可商量的呢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现在职场上哪有不为难人的公司啊？我就是一老师，就上个课。我也得跟我们学校领导打好关系呢。老谭，给我来箱啤酒过来。
明天啊，明天再去跟你们领导好好谈谈，啊。郭老二，求你了，稍微让我安静一会儿，我谢谢你。哎，不是为你好吗？哎呦，你得了，你别为他好了，你搞清楚一点好不好？咱没必要这么去做呀。他这个脑袋去哪儿不能工作呀？行了，小飞，我觉得郭老二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不就是什么狗屁什么竞业协议嘛，2年呢，现在倒好，全部重新开始，太亏了吧？全部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怎么？哎，不是，咱能不能现在别聊这事儿了，行吗？哎，头，我就是想说啊，能不能别说了呀？童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咱们喝点酒，吃点东西，咱别聊了，好不好呀？我没跟你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你老是拿这种教育的口，你怎么老是做惯了？是不是？老是教育别人，我不爱听，这行不行啊？那你不爱听，你回家呀。凭什么我回去啊？很逗了个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对兄弟坦坦荡荡，我不像某些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好吧？你说谁啊？说你呀，我说谁呀？你告诉我，你送艾米回去，你去哪儿了？回家了呀。回家了。艾米跟我说你们喝咖啡去了，是吗？我去喝个咖啡，我觉得我没必要说吧。OK， 喝咖啡不是什么大事，没问题。但问题是你为什么骗我们呢？行啊，我呢，多的话我就不说了，我就问一句，你是不是喜欢艾米？能告诉我们吗？我不喜欢啊。郭老二，你也不喜欢艾米，你是不是还喜欢许多呀？不是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我跟你说。这样，我觉得今天咱们哥几个在这儿有什么事儿说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对谁都有话说，对谁都好呢？跟哥几个就不能说一点实话呢？为什么呢？郭老师，你喜欢他没事，你告诉我，没关系，咱们俩可以公平竞争，可以吗？我们俩真的就是那个。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为什么半夜2点钟你们俩还在通电话？因为我们俩在聊事情啊，没有别的。聊什么事？聊什么事啊？你告诉我。我答应他了，我不能说。你拿我当兄弟吗？行，这样。等会儿，稍等。你说，你送艾米回去，后来你们喝咖啡去了。你说你晚上睡觉了，然后你跟许多打电话，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郭老二，你可以说对吧？你可以有想法。这两个姑娘你喜欢哪个？还是说这俩你都喜欢？不是现在兄弟之间连句真话都没有了，不能说是不是啊？能说，但我现在不想说了。哼，是你不想说，你觉得我们3个跟你不是在一个 level 上面的，对吧？我没你高，没你有文化，没你有学识，对吧？你觉得我们3个疯疯癫癫，每天都是疯疯癫癫的，你觉得你最正常，但其实你最不正常。所以爱情道路上你一直有坎坷，一直是失败的，就这个原因。就这个。行了，小飞，闭嘴吧你！是不是喝多了，什么都说，越说越没谱了啊？我怎么没谱了？行了吧你少说2句，自个儿屁股还没擦干净。你放屁！我屁股没擦干净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被离婚行吗？老子离婚协议书签了已经。你既然这么不爽，那你为什么要离呢？你为什么不追回来呢？我想追啊，我能追回来吗？我说算吗？你想买房子，你买得起吗？你说我，你可真逗了你。别闹了。是，咱们几个，我最没有资格说别人了。我什么都不如你们，你们什么都有。我呢？我有什么呀？我到现在，我连一套房子的首付我都交不起。
我有时候就想想吧，我都觉得我没有资格跟你们站在一块儿。但是，至少我敢做敢当，我敢承认。行了，我看今天吧气氛也不对，咱们散了。散不了。我觉得哥几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今天就把它都说出来。咱们不需要任何的藏着掖着。不是，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可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以大局为重。大局什么时候以我为重了？我什么时候在局里吗？我不在局里。赚钱谁不想？怎么赚啊？拿抽成。啊！欢迎光。他今天到店里找过您，想跟您说件事儿，是老爷子的事儿。老爷怎么了？